年终的时候，我们决定 gap 一段时间到处走走，新加坡成为了我们在东南亚旅行的第一站。要说第一印象，花园城市应该是它身上最出名的标签。从落地樟宜机场开始，就能感受到室内最高瀑布与层层叠叠的热带雨林景观带来的视觉冲击。在机场内的星耀樟宜商场结合了餐饮、购物、游乐、住宿等体验于一体。乘坐 SkyTrain 也可以穿梭在各个航站楼之间，非常便捷。不得不说，在白天的新加坡出门，是我这个被广东气候毒打长大的南方人都招架不住的炎热潮湿程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在雨季早上出门还晴空万里，下午就开始大雨倾盆。这样的气候也许不适合在室外久留，但是却非常有利于各种热带植物的生长。最直观能了解到新加坡在垂直生态上设计的地方，就是滨海湾花园。这些高达数十米的超级树上种植了2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植物，同时装备了太阳能光伏电池，白天收集到的能量将会让这里在夜晚呈现出另一面的生机与活力。现在到一个叫 Cloud Forest 的地方，这里真的是我们这次来最凉快的一个地方，很推荐大家很热的时候一定要进来避暑。然后它还有一个阿凡达的主题，有很多阿凡达的相关的体验跟交互游戏可以玩。如果说张家界的鬼斧神工是潘多拉星球的灵感来源，那这座室内的云雾森林则是通过科技与建筑设计的语言阐释了潘多拉的奇观。一个植物爱好者不能错过的景点就是新加坡植物园，它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是完全免费开放的。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植物园保留了很多奇花异草、珍稀树木，城市形态也许一直在变化，留存在这里的植物反而成为了见证变迁的恒常存在。橡胶树的引进与采割也是源于新加坡植物园，而后渐渐成为了东南亚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植物与人与国家在这里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连接。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was dominated by this one plant that was developed here at the Botanic Gardens.
林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也是居民和游客喜欢休憩游玩的场所。一个额外的优点告诉像我一样的朝蚊体质朋友，在新加坡即使是植被如此密集的区域，几乎也很少蚊虫的叮咬。在享受自然绿意的同时，可以放心穿短袖短裤，这简直是不敢相信。时间还有富裕的话，可以去南边的圣淘沙岛转转，沙滩、缆车、海洋馆、环球影城。晴天来的时候，这里的海蓝的也很惊艳。走在新加坡的路上，就一定会留意到它的建筑。新加坡应该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爱好者的地方。强烈的色彩碰撞，不同风格的建筑常常融洽地存在于同一个街区。印度寺庙的高塔、清真寺的圆顶、古罗马风格的立柱，以及南洋常见的骑楼，让我觉得这里打破了地域与文化的阻隔，好像也不存在次元的屏障。各种存在都是合理的。友情提示：出门在外记得带伞。要看新加坡最摩登的天际线，那非滨海湾莫属。这里的众多地标性建筑，如金沙酒店，都是在近20年间得益于填海造陆而拔地而起。就在它的沿线，还有每年最精彩的街道赛之一 F1 新加坡大奖赛。说新加坡的一切都稍显昂贵，那 Hawker Center 应该是最为平易近人的选择和最有烟火气的所在，融合了中国、印度与马来西亚等各种菜系的料理，使得这里的小贩文化非常蓬勃。在新加坡的每一天，我们都会至少有一顿饭在 Hawker Center 解决，能听到不同语言的对话在这里发生，也能闻到不同味道的美食在这里碰撞。我们现在要来吃新加坡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菜，就是福建面，还有一个炒菜头脯，都是感觉非常似曾相识，但是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感觉新加坡菜就是亚洲的融合菜集大成绝。这个福建虾面吃起来比它看起来好很多，加入这个青柠和那个辣椒之后，就中和了这个炒面的一点点油腻，提了一点它的鲜味，就很特别，推荐。
那菜头果呢？菜头果就有点像萝卜糕剁碎了， ，Yeah, exactly. 和蛋炒在一起。是的，很神奇的做法，也没有这么吃过。For our last hawker meal in Singapore, we are at the Tiong Bahru Food Center. I got some Hainanese curry rice with curry chicken, cabbage, and fried tofu. Rika got some fishball soup and some Mixed noodles， 它有点像在厦门吃的那种面，但是又不完全像，因为它加的是那个醋和辣椒，但是厦门拌面是加那个甜辣酱和 Yeah, exactly. 花生酱。 There's vinegar in this noodles. 我们这几天在 Hawker Center 吃了很多菜，比如说这个海南咖喱鸡饭，还有新加坡最有名的海南鸡，还有比如说福建炒虾面，这些带有这些地域名字的这些菜都是来自于新加坡，都是新加坡的 fusion food。但是新州炒米粉它却不来自新加坡。就是一个我们在中国经常吃的一个菜，它竟然我们找遍了一个新加坡都没有找到这道菜，然后我们发现它来自 Hong Kong. Yeah。除了在 Hawker Center 之外，我们也尝到了很多其他的美食，比如新加坡最常见的早餐咖椰吐司配半熟蛋。这边的半熟蛋往往还会搭配酱油和胡椒调味，然后再蘸着吐司吃。不过这个接受程度就因人而异，再搭配上奶茶或者咖啡，一天的生活就可以开始了。另外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尝尝新加坡的拉萨，和马来西亚的风味会有所不同。第一次吃这种纯用勺子吃的拉萨，它弄得比较小块一点，所以用勺子吃也很方便。比较喜欢拉萨汤底，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放了椰浆，这家的拉萨的椰浆味就比较浓郁一点，所以吃起来就是一点点的辛辣中又有椰浆的清甜的感觉。当然，塑造地方面貌的除了城市形态，最主要的还是生活在这里的人。走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标志，守规则、讲秩序，好像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常态。我想，正是因为出于这一份对于环境的尊重、对社会的尊重和对彼此生活的尊重，才让多种文化的共存成为可能。在旅行的结尾，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游客来说，其实也说不出来新加坡有什么特别有趣、非去不可的景点。我们去的时间还正好碰上很多地方在维修，最有名的鱼尾狮、福康宁公园树洞，甚至半个国家博物馆。到了最后，我想新加坡打动我的已经不再是执着于走遍每一个打卡的景点，而是在游览过程中体验到它城市建设中每一个用心的细节。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模板，但在趋向同质的城市化中拥有自己的个性、面貌、气度，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那我们在新加坡5天的旅行就在樟宜机场结束了，期待一下我们在东南亚下一个国家会去哪里吧。拜拜。